果你也曾经怀疑自己的观想能力，以及对高敏感有困扰，还有最近在投资上面有受过伤，甚至你现在正处在一段让你感觉到疲惫的关系之中，那么这支影片或许会为你的灵魂带来一些方向。你好，我是雅蒂斯，很久没有坐下来录制这样的问答影片哦。平时雅蒂斯会常常在留言区来回复大家，但是真的要坐下来录制这样的一个影片，真的机会很少，主要是都在忙制作冥想音频，还有会员的内容，真的是分身乏术。那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位会员他们很真挚的提的问题。在开始之前，我想特别公开的感谢我们极光会员玩家，还有默默支持我的每一位不公开的极光会员，还有日光、星光的会员，以及订阅这个频道的你们，是你们让这个频道可以持续的经营下去、创作下去以及发光发热，非常的感谢你们。亚蒂斯你好，请问冥想的观想、觉察，就是去想象、思考的意思吗？经过这2个月的冥想体验后，我发现我按照你的声音去想象、做动作、深呼吸，反而会让我紧张，因为对我来说，想象就是一种思考，思考就是一种紧张、消耗的动作。我发现真的要放松，是连脑袋都要放松放空，才能真正跟住冥想睡住，不然就是到最后意识都超清醒，就算跟住呼吸身体，也没办法真正放松。请问我这样正常吗？谢谢亚蒂斯。好，这种状况真的很正常哦。就是当我们开始练习观想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很努力，代表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好学生。但是这种努力会让我们的大脑进入一个超级紧张而且有压力的状况，所以很难去做放松，而且会感觉到更累。观想呢，它其实是一种放松的想象。简单的去想出那样子的画面，我们只是给大脑一个意图，譬如说，请你想象一个苹果。那至于内在出现大苹果、小苹果，还是被咬一口的苹果都没有关系，这是给潜意识自由发挥，所以它要有一点点的放松，一点点自由，还有一点点好奇的状态。这种其实在多练习之后，你会慢慢的抓到感觉。当然，如果你是想要放松入睡，就是一开始跟着引导，后面就是随意让它播放。聆听入睡，因为在睡着的时候，潜意识它是会聆听着，而且会员的睡眠冥想设计都是睡着之后也是会有效果的哦。想请教亚蒂斯，自己的个性偏向柔软，比较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意见，害怕冲突，跟从小家庭教育很大的关系。长大才发现自己是高敏感人，共感能力很强，但也造成很大的困扰，容易低落，被别人影响而心情不好。请问除了气场冥想，还有没有什么冥想是可以针对这方面改善的？如强大的内心坚定立场，自信自爱好像又不太符合，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冥想可以改善？谢谢您。好，那很感谢你愿意分享这段内在旅程。你是属于敏感的、共感的，其实这是灵魂的一个礼物。一个敏感的人通常意味着你比别人感受更加深刻，这是因为我们内在期待的生命能量是更强大的关系。所以雅蒂斯建议你要把敏感变成是一种受害者模式。敏感它其实是你进入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且是你独特的力量。所以这边要注意的是，不是因为你太敏感而有困扰，而是因为你认为自己需要被外在所影响。这种信念其实会让潜意识无意识的把这些力量交托出去，让自己变得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要改变的并不是敏感跟共感的能力，而是你对于冲突、对于表达、对于自我坚定的整体状态。那雅蒂斯通常都会问自己说，我的想法如果跟对方一样重要的时候，我的状态是什么？我如何去坚定自己的立场？共感能力很高的人，其实在这一生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要练习自己对这种共感能力自如收放的状态。也就是当你想要共感的时候共感，当你不想要共感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收起来，有点像上班下班的这种开关。如果是冥想建议的话，我仍然会建议你选择自爱自信，因为这代表你还不够接纳自己是足够重要的，自己足够重要，跟别人同等重要，而且在某些时刻你需要比别人还重要，这样你就不会轻易的被人家拉走，或轻易的被别人所影响。会员里面呢有一个不受干扰的冥想，那在公开版也有3的冥想，这3步呢是不受外在影响的冥想练习，你可以去练习看看。想请问，在睡眠冥想之外，有时候会想做着冥想，但做着冥想的时候反而身体会很僵硬，眼睛会不自觉用力闭起来，
虽然听的是放松、放下焦虑型的冥想，但结束的时候反而感觉没有办法放松。虽然很努力想聚焦在呼吸上，但好像造成反效果。那是不是前脆躺下来听到睡住还比较好？有时候边运动边听，或是边做瑜伽边听，还比较专注，甚至可以很进入没有杂念的状态。不知道怎么说，有点类似心流。不选择静坐，而是一边运动，效果也一样嘛？谢谢。好，其实真正的冥想基本上就是不需要做好来冥想，才能进入到冥想状态。打坐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气息可以保持长久的稳定，又不至于睡着。所以对于某些人，他们在练习冥想的时候，他需要借由身定进入到心定的一种状态。那这是一个传统的练习形式，但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当下的状态不同，所以后来的冥想有很多的演变方法，坐着、躺着，甚至走路的一个冥想。所以在某个当下，你发现那个知识并不能帮助你更好的冥想，这样的觉察是非常好的。那这时候我们就换一个冥想的姿势来帮助自己。冥想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姿势上，而是我们脑海跟内心上面的转变，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所以不管是躺着、走路、运动、洗澡，或是做家事的冥想，只要你有意识的去转变你的内在，那你就已经比很多人努力盘腿坐着更来的深入了。想听一些亚蒂斯自身显化成功的故事。这个熟悉亚蒂斯的状态可能都知道，亚蒂斯在前几年其实有抑郁症的一个状态，当然我没去看医生，只是我知道当时我是整天都没有办法跟人家交流的，每天只有一直哭啊，起来吃饭、睡觉、洗澡，然后就躺在床上，半夜都是失眠的，天亮我才会入睡。所以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在世界上，以及我为什么待在家里，而且存款趋近于零，这都让我更加的抑郁。在这个期间，我开始练习冥想，然后了解显化。当然，我冥想已经学了很久，只是在那个时候呢，我真正的把它拿来开始练习。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这一切有用的话，我希望我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以前工作收入，而且我要在家里工作。我不想早起，我的通勤以前是需要1个小时过去的，所以来回是需要2个小时。当时我还想出书，还想要讲课，可以整个大教室挤满100个同学。当时我的老公笑我很傻，然后我爸妈也希望我赶紧出去找一份行政的工作，因为我看起来像是会做行政的女生。然后这些在我去年都已经全部实现了。现在我可以养家，可以创作，然后持续支持这个频道走下去。当然我也要补充一下挤满大教室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因为后来我开的是线上课程，但这个线上课程也超过了我刚刚讲的那个数字，所以我想应该是显化完成了吧。希望这有回答到你。哈喽，亚蒂斯你好，最近感觉在平静与忙碌中重复交织，时常有被时间追着跑的感觉，很希望自己可以生活得更轻松一些，放慢步调，但工作上总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而感到疲惫。我是和家人一起工作，长辈也都很忙碌，事情真的挺多的，但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步调都需要这么快？是因为忙碌所以才有价值吗？怎么样可以帮助自己呢？希望在生活与工作中更加轻松与和谐，生活不用汲汲营营。可以聆听什么冥想来帮助自己改善呢？我也好奇你是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呢？是否也会有被时间追逐的想象感呢？感觉大脑会预示好许多状况，就会变得急躁而不在当下。谢谢你的聆听与陪伴祝福。这是真的，在工作上汲汲营营，工作下班了，还有家人要陪伴照顾，真的会觉得很忙碌。你问我亚蒂斯是常常觉得时间被追着跑，答案是会的，我也蛮常有这种感觉的。我有时候会生气，说我怎么会这么忙，忙到我都没有呼吸的时间，真的睁开眼就是工作，下班回家陪孩子，接着就洗澡睡觉。假日也几乎整天都以孩子为中心，有时候还要考虑到长辈生病的状况啊，或是长辈的一些需求。所以晚上睡觉前1-2个小时才是我真正可以停下来好好睡觉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说我明明已经完成了我想要做的工作，怎么隔天早上起来又还有新的工作找上门？所以我自己也正在努力调整自己，我会透过缓解焦虑的冥想来帮助自己，或是静心型冥想来帮助自己，让自己的大脑可以停下来，让我可以不被世界拉走，先跟自己待在一起。我会写纸条去设定说 OK 我这一周一定要完成的什么事情，譬如说我这一周一定要完成录制这个 QA 影片，剪辑完成，这个是最重要紧急要做的。那接下来呢，不紧急但重要的做的可以加分的我会写在第2列项。但是当第1层次完成了，我会觉得说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这相当于是给我忙碌的心设置一个底线。最后我会觉察自己的状态，我是不是一直告诉自己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了？因为潜意识会根据自己一直告诉自己、催眠自己的这些事，我很忙，我没有时间，它会帮你创造一些事件，宇宙也会给你一些相应的事件，会有一些突然很奇怪的事情冒出来。我发现每次那一阵子，我经常告诉自己说我很忙，我没时间，我的孩子突然就生病感冒了，不然就是我的长辈突然又有什么事情需求需要我去处理，或是我发现我影片做错了，我必须重新再做一次，常常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都会意识到说 OK， 我一直在为自己创造更多事件出来，我必须要改口告诉自己说我还有时间，我不急，我慢慢来，宇宙会给我时间。希望这样子的分享可以帮助到你。投资失利，损失了大额退休金，不知应该如何正面面对。我可以感觉到你的失落，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在投资上面失利的时候，真的我们会陷入一种很自责、很懊悔的状况。那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先温柔的去陪伴自己，陪伴这些情绪，这非常重要。频道上面有很多冥想在帮助这件事情，就是去照顾我们自己的情绪，正念的安抚痛苦，陪伴自己，生成自爱。还有最近正在做的心碎疗愈的冥想，近期我会赶快上。遇到这些事情呢，我会告诉我自己说，上天关一扇窗，必然会开出另外一扇窗，这正是我灵魂成长或是内在成长的一个重要时刻。灵魂成长有时候它真的会用金钱来让当下的这个自己产生一种震惊的感觉，因为这种震惊，很多人开始很深刻的去做内在的功课。当然在这个当下有很多人会用很负面的状态去面对，譬如说很痛苦、很自责，然后甚至崩溃到整个人生后半段都是黑暗的。也有人在这个时候觉醒出来，他是从痛苦之中站出来。如何从痛苦之中站出来？真正的关键就是以爱去面对当下的这种状况。在今年的主题上面，通常是让旧的状态瓦解，这时候灵魂会向内探寻，我真正来到这个世上有的价值是什么？我一直以来害怕、担心的是什么？以及我内在信念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什么？这中间使我要成长的是什么？这份经历让我了解我更应该重视什么，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它会引发很多对生命上、对金钱上、对价值上、对安全感上面的一个议题跟主题。当然这个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因为每一个灵魂他们有自己的追求，有些人会开始选择做善事，有些人会开始选择去做他生命以前渴望做的事情，但是长久以来他都没有去做。有些人则开始寻找意义，把这个意义散播出去。在这个当下无一例外的事情是，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早就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迟迟没有去做。当你去做的时候，你会身心开始感觉到满足，超越金钱上面的满足。而做这些事情，它会让你重新定义金钱，重新定义价值，重新定义内在的安全感，重新定义何为丰盛，以及你如何做到丰盛。它等于是告别了过去的自己，展开一个新的自己，所以自己反而会得到更多。这有点类似古人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是这个道理。希望以上的分享可以帮助到你。请问亲爱的亚蒂斯，要如何快速让不适合的人离开我？好，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题。这题我会用灵性的角度来回复。当一段关系不再支持你的灵性成长，或是不再支持你内在的光，代表这段关系它已经完成了最初的安排。你想要让对方离开，其实更深的渴望是什么呢？我想要回到一段更有爱自己的一个关系频率当中。如果你想要一个人离开，宇宙它真正运作的模式并不是逼退某人。如果你内在想要逼退他，你反而更把他吸引拉近在你的身边。当我们希望这个人可以离开的时候，真正要做到的是转变自己的状态，改变自己的频率，以一个新的振动方式来出现，那么对方就跟不上你的状态，跟不上你的频率。所以当你开始转变你自己的时候，当你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想法、行为模式的时候，对方他会有两种状况。第一个叫自己走开，第二个叫
开始冲突升高，迫使你强烈的去做决定。所以真正的关系并不是谈判来的，而是由我们的频率所决定的。当我们要转变自己的状态的时候，转变这个频率的时候，你可以下定决心对自己说，我不想再愿意为了什么东西交换与此人在一起，我值得真正的喜悦平静。我这边留一个空白啦，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是因为害怕某件事情，有些人是因为想要有安全感，想要有人更爱自己。所以你可以问问自己说，我当初跟这个人交往，我内在那个交织的渴望、交织的期待、交织的害怕、恐惧、焦虑是什么？而这个交织的情绪点，就是使你们两个像磁铁一样被聚合在一起。当你发现之后，在心底勇敢的做出改变，可以在心底默默的对对方说，谢谢你陪我这一段旅程，现在我选择自己开始继续前进，活出我更高自己的道路。如果你已经不再与我灵魂有更好的喜悦一同成长，愿宇宙带你走向更适合你的方向。在这边我们要很重要的就是要放下掌控的欲望，不是去控制对方离开，而是去调节你自己。你不需要强求对方离开，而是你自己升起一种转变，对方就会在宇宙的安排下自然的走向他需要走的道路，而你也在宇宙的安排下离开原本现有的状况，走向你应该需要走的道路。希望这样的分享有帮助到你。感谢你今天收看影片，如果今天的内容有触动到你，或是有共鸣的地方，都欢迎留言给我。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欢迎订阅我们或加入会员，支持雅蒂斯持续在这个频道上面创作。最后祝福你，我是雅蒂斯。